宫宴上，太子把我堵在荷花池旁，等会献舞，你要故意跳错，不许抢了阿芷的风头。闻言，我扑哧笑了出来。殿下，你好像搞错了，我是领舞。他一个角落里的伴舞，我就是不跳了，也轮不到他出风头。太子的脸色一阵青红，还想争辩什么？不信是吗？说完，我拉了一把太子，脚下一滑，和他一起跌进身后的荷花池。不让我好好跳，那就都别跳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落水的瞬间，我死死抓住太子元衡。深秋的池水已经入骨冰凉了，元衡会水，挣扎着扒着岸边。我也会水，但装作不会水的样子，死死抓住他的腿下沉。见状，他大叫：“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救人，救人！”但这处偏僻，没什么往来工人。元衡的双腿不断踢蹬，想挣脱掉我的束缚。我也松了松手，好让他先爬上岸。只是一不小心抓住了他的下摆，元衡连滚带爬地上了岸，裤子还留在我手上。听见呼救声的众人赶来时，只见太子殿下捂着腿，狼狈不已。救人救人，将太傅的千金还在水里。我佯装扑腾，换了几口气。第一个跳下水的是我兄长，不费吹灰之力将我带到岸上。他将披风一把披在我身上裹紧。我嗨嗨地咳了2声，殿下，您的裤子。工人们这才惊觉，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元衡腿上。人群中站着一人，捏着帕子捂住胸口，深吸了2口气，好像快晕了过去。是太子母家的亲戚柳凝止。我知道他们情投意合，但我是内定的太子妃。他想让我腾位置，门都没有。偏殿暖阁内，我们各自更衣后伏跪在地上，陛下及皇后高坐在上，审视着我们。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会落水？陛下的声音不怒自威，目光在我们2个之间来回扫视。皇后也蹙着眉：衡儿，你和江小姐去那里做什么？元衡自然不敢如实说，他支支吾吾：儿臣和江小姐。我率先开口：是太子殿下约臣女去荷花池旁，让臣女御前献舞时好好表现，然后……陛下问：然后什么？我羞赧地低下头，然后请旨赐婚。言罢，又瞥了一眼元衡，只见他顿时如五雷轰顶，惊恐地瞪着我，满眼不可置信。陛下闻言，缓和了一些表情，倒是皇后激动起来：胡说，衡儿怎么可能如此不知礼仪？况且他已有心悦之人，早同本宫说过。闻言，一旁站着的柳凝止嘴角噙了一抹笑。我摇摇头，到底是小门小户抬上来的继后，连最基本的审时度势都不会。我爹是当朝太傅，世家之首，是陛下最中意的亲家。在我刚出生时就已经定好了婚约，嫁给袁家的太子。只不过那时候的太子还不是元衡。此刻不用我娇滴滴的装可怜，陛下怒拍了一下龙案。什么心悦之人？一声怒吼，众人俱是一惊。江家与太子早有婚约，难道太子要做背信弃义之人吗？皇后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张着嘴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鹌鹑。元衡更是懦弱，他哪敢在陛下面前顶一句嘴。倒是怀揣好梦的柳凝止一听这话慌神了，竟在御前插话：可与江云子有婚约的是废太子啊！一时间鸦雀无声。我向柳凝止投去了一个佩服的目光，这怎么不算出尽风头呢？元衡跪着发颤，浑身抖成了筛子。他跪行2步，揪住柳凝止下摆，小声道：阿芷住嘴，快跪下！柳凝止惊觉自己说错了话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头都不敢抬。废太子是朝中禁忌，我爹都不敢轻易提起的事。陛下没有预想中的暴怒，反而眯着眼看着下跪之人，看了许久。他实在想不起来这是谁。元衡和柳凝止被看得发毛，深秋的天愣是活生生吓出一后背的冷汗，衣裳都湿了。陛下扭头又看了一眼皇后，让她给自己一个解释。皇后咽了一口气，颤音道：这是凝止，臣妾母家堂兄的女儿，现下在凤仪宫做女官。陛下哦了一声，直白地问道：你莫不是就是太子心悦之人？柳凝止的牙关都在打颤，他不敢回答了，但等了片刻也不见元衡吭声。
皇后强装镇定，换上了笑，不过笑得很苦。陛下，这两个孩子的确情投意合。元衡和柳凝止跪在一起，瑟瑟发抖，倒真像一对亡命鸳鸯。我同情地看着他俩，想不出他们能举案齐眉的结局。毕竟元衡太懦弱了。这个时候，方才在荷花池旁，元衡与我说了什么，我们又为何落水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陛下冷哼了一声，指了指我：江云子，你看着处理吧。她是95之尊，没必要为难一个身份低微的小姑娘。但我不同啦，我是未来太子妃，这说到底是东宫的家事。柳凝止御前失仪，理应受罚，就先撤去女官职位，发配回家小惩大戒吧。我避开了她和元衡的事，按下不提。陛下没作声，皇后又坐不住了。陛下，臣妾才是后宫之主，她一个是家女，有什么权利处置宫人？极蠢，她统领后宫这2年，鸡犬不宁。陛下懒得多说一句，宫内效仿民间，长儿媳持家，你们尽快完婚吧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元衡突然开口：父皇，儿臣。他鼓足了勇气，却在对上陛下双眼时又缩回了脑袋。儿臣先告退了。柳凝止燃起希望的眼眸暗淡下去，他不甘又怨怼地看着我，眼泪汪汪的，好像元衡的懦弱是我造成的。我轻轻咳嗽了2声，低声道：臣女也告退了，还要准备一会儿宫宴上的献舞。陛下挥了挥手：不跳了，你回去好好休养，别落下病根了。我叩首：是，陛下。待陛下和皇后离开后，暖阁只剩我们3人。我也起了身准备走，被柳凝止哭着拦住。江姑娘好大的面子，我们这些姐妹苦练了3个月，你说不跳就不跳了，我们这些辛苦岂不是白费了？我吃惊地捂住嘴：是陛下说不跳了，柳姑娘，你是又要顶撞陛下吗？咬中了一个又字，她畏惧地退后2步。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元衡抵在柳凝止身后，稳住她的身子。阿芷别怕。他安抚着她，见我这般嚣张得意的表情，终于忍不住了。江云子，你何必咄咄逼人吓唬阿芷？还有方才，你凭什么撤去她的女官职位？你知道阿芷有多努力吗？我诚实道：不知道。元衡一噎，好像想讲一讲柳凝止的刻苦历程，又不知从何开口。总之，你都是因为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让阿芷的努力付诸东流。你这样仗势欺人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还有这等好事呢？那殿下自便呗。说完，我甩着裙子要离开，身后柳凝止擦干了泪，摇曳着元衡的衣袖，无助极了。殿下，你们要成婚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元衡听着这楚楚可怜的话，心仿佛受到暴击。喂！他大喊，也不知道在喊谁，我已经走远了。兄长江云泽的马车停在宫门口接我，身后还在喂个不停。元衡从暖阁追了出来，兄长扶着我一脚踏上马车，他才狠狠道：江云子，我好歹是当朝太子，追了你一路，你太目中无人了。我惊讶，原来殿下是在叫我。兄长也邪笑道：原来小妹有名字的。元衡脸上挂不住，没好气道：我有话和你说，过来一下。毕竟还是在宫里，我给足了太子面子，避开人群，他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你回去给你爹说，你不想嫁给我，让他和父皇商议，解了这门婚约。我眨眨眼，可我想嫁给殿下。元衡皱着眉，并没有预想的跳脚，反而苦口婆心起来。江云子，我心里只有阿芷一个人，至死不渝。你就算嫁给我，也不会幸福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殿下，我真羡慕柳姑娘能得您垂怜。元衡以为我松了口，反而安抚起我。遇到真爱，就是非他不可。你不要执着于我，咱们注定有缘无分。殿下为了柳小姐，什么事都愿意做吗？元衡点点头，笃定道：自然。我报以微笑，既然如此，那殿下自己去和陛下说吧，这样才能显示出您一片真心。而且您激励了臣女，喜欢就要努力争取，我这边也是不会放手的哦。我娇俏着跑走，留下他一人急得跳脚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听见我绝不放手时，好像他有一点暗暗的窃喜。
回到府中，宫里已经传来旨意，将婚事提上日程，不日要过6里。父亲将我叫至房中，沉着脸询了一句：“毕竟是你的婚姻大事，如若你不愿。”我愿意。我梗着脖子，倔强地说：“爹，东宫，我去定了，这是女儿生来的宿命。我要当太子妃，当皇后，当太后，为兄长铺路，为家族尽力。”父亲将手中折子一把扔到我身上：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元英已经死了。”兄长突然推门而入，打断了父亲的话：“爹，宫里来了教习嬷嬷，指点小妹规矩礼仪。”父亲冷哼一声，甩手而去。我则终于卸下所有伪装，伏在兄长肩头。他替我顺着气，低声：“太子德不配位，迟早也要被废。我听说陛下在吃那种药，他还想要个儿子。年关下，太子大婚。”元衡全程黑着脸。夫妻对拜时，他本咬牙切齿，但我今天是新娘子，盛装下难免要人。元衡一愣，目光竟从我身上别不开了。待到晚上宫宴，陛下喝了2杯鹿血酒，先离席而去。皇后来了精神，伸手将我叫到身边，好一顿训诫。我都一一点头称是。见我乖顺，他和元衡对视一眼。太子成亲，为的就是开枝散叶，既然如此，那东宫不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本宫做主，替太子选了4位侍妾，和你一起服侍太子。不出意外，其中就有柳凝止。这次我没有反对，而是乖觉的附和。母后说的是，臣妾一定好好待4位妹妹。皇后睥睨地看着我，满意的笑了。她是寒门出身，德幸生了元衡，被封为妃。本来在后宫无足轻重，后来走了韵母凭子贵，做了皇后，在后宫摆了2年威风，闹出不少笑话。可惜啊，她和她儿子守着我这么好的家世不会利用，只想着这些小情小爱。如今迫不及待的把柳凝止塞进东宫，还在我的新婚夜，是真不怕得罪江家啊。大概是仗着自己是陛下仅剩的儿子了吧。喝过和亲酒，宫人退去，房间内只剩我和元衡。我穿着寝衣坐在妆帘前卸钗环，素净淡雅。元衡看了一眼，喉结一动，他别开眼，不自然道：“嬷嬷教过你吧？”我不作声，嗯了一声，坐到床上，拉过他的手。元衡隐约有些期待，下一瞬用握在手中的簪子划开他的手指，鲜血瞬间滴出，我连忙用洗帕去接。元衡喊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低头红着脸，嬷嬷说：“这个要检查的。”殿下，你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元衡一头雾水，我继续道：“我知道殿下不愿意碰我，能嫁给殿下已经是臣妾之幸，再无所求。”不是，我知道柳姑娘已经入了东宫，今夜也在等你。你快去吧。我将元衡推搡着出门，一句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。第二日，喜嬷嬷看着喜帕，互相挤眉弄眼。他们出了房门，窃窃私语。时间这么短，太子妃真可怜。太子是不是不行啊？不行还纳这么多妾？皇后着急抱孙子呗。我让人将这些话在宫里疯传，最好能传到陛下耳朵里。梳妆打扮一番后，我前往凤仪宫给皇后请安。只见宫外停着一盏小轿，我问道：“这是谁的？”宫人在我侧耳：“娘娘，这是柳良娣的。”良娣不是侍妾吗？宫人们面面相觑，小心翼翼道：“是今早皇后娘娘刚封的。”我了然地哦了一声，阔步进宫。柳凝止正坐在皇后身边，二人有说有笑。见我进来，她懒洋洋地起身行礼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：“臣妾参见太子妃娘娘。”我淡淡一笑，抬手示意她不必多礼。皇后斜睨了我一眼，语气不咸不淡：“太子妃怎么来这么晚？新婚第一天给长辈请安？”只都来好一会儿了。都说江家门楣高，是世家之首，可本宫看江家的规矩还不如我们柳家呢，传出去岂不招了笑话？听了这话，一屋子的宫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柳凝止更是捂着唇笑了出来。我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，也沉默了片刻。见我不说话，皇后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似乎想让我在宫里的第一天就彻底下不来台。行了，
你坐在阿芷下坐吧，一起听规矩。话听到这，我突然明白袁衡的又坏又蠢，分别是遗传谁了。母后，儿臣一早先去了陛下宫里请安，然后又去了趟内务府，这才耽搁了时间。皇后竖眉，你去内务府做什么？我盈一笑，上次陛下说过，长儿媳持家，但儿臣哪敢擅专，所以一早又去请示了陛下。皇后不笑了。我继续说，谁料陛下当即就有件事要臣办，陛下昨夜召幸了2个秀女，今早要定分位，儿臣去内务府安排好章程后才来迟的。2位新封的贵人已经在殿外候着了，今日按例要给母后请安。皇后的面色铁青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她张着嘴，好像要开骂，不知她是想骂我夺了她的权，还是想骂新册封的2个贵人。我又看了一眼捂着心口的柳凝止，还有柳氏妾的册封不合宫规呢，母后，您还是收回成命吧，不然儿臣第一天当家，实在不好交代。你江云子！皇后气得又重重跌坐下去，胸口起伏不定，强下了好几口茶，才顺过气来。什么长儿媳持家，那都是民间的规矩，我朝从未听说过皇后尚在，太子妃管理后宫的。本宫要去找皇上说道。他怎么不明白呢？效仿民间只是个借口。这2年后宫鸡飞狗跳，妃嫔、宫女、太监，没有一个他能管服帖的，只知道一味的训话，宫人们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但御下又极其不严，宫人们欺上瞒下，后宫的账乱成一团，被户部参了一本，后宫开销严重超支，陛下那点家事闹到了朝会上，皇后都成了天下的笑话了，陛下也是要面子的啊。他大概无比后悔扶了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当皇后，不仅是皇后，连带着对袁衡也诸多不满。可袁衡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他只能给袁衡选一个拿得出手的媳妇，帮婆婆管家，顺便再自己努力，看还能不能再生一个。眼看皇后败了下风，柳凝止坐不住了，她急切道：可是我……阿芷！皇后厉声打断她的话，朝她摇摇头。现下既然太子妃掌管后宫，一切就先听她的吧。本宫和阿芷还有话说，太子妃自便吧。那外面的2位贵人……皇后厌恶地摆摆手，示意我带走。我俯身告退，临走时目光落在柳凝止捂着的小腹上，不就是有孕了吗？以为这样就能瞒得住我？嫁入东宫前，我就安插了眼线在宫里。柳凝止一看做不成太子妃，就迫不及待地和袁衡苟且，珠胎暗结，否则也不会在新婚夜把她和其他3个侍妾匆匆忙忙地塞进东宫。不过她是该保密，因为这宫里有的是人不希望她生下孩子。我将人带去离陛下寝宫最近的承恩宫，安排2位贵人住下，一宫2院分别住这姊妹俩，她们一个叫明珠，一个叫明月。明珠丰腴妖娆动人，明月清纯羞涩可爱，正是男人最欲罢不能的2种类型。最重要的是年轻，纤腰盈盈一握，比6宫中那些人老珠黄的妃子不知勾人多少。待2人安顿好，平退宫人，屋内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他俩双双跪下，小姐。我坐在主位，嘴角噙了一抹笑，颔首将避子丹药递给他们，叮嘱每天服用。他们是2年前我从青楼里买来的雏妓，辗转记在一个末流世家的族谱中。今年开春时送入宫里做秀女，蛰伏宫中，直至昨日我大婚，他们作为我闺阁中的手帕之交，才第一次在陛下面前露面。陛下当即就挪不开眼睛了，毕竟是这样明艳美丽的一对姐妹花。明珠狡黠地笑着，陛下昨夜喝了2次鹿血酒，2次，慢慢的他就会喝3次、4次。我掏出一包药粉递给明珠，这是西域的药，致幻上瘾，但男人服下会神志不清，可能会伤害你们。明月色缩了一下，以前在青楼我们见过。我弯着腰轻轻摸了摸他的头顶，你们的父母弟妹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宅，衣食无忧。说着我又蹲下与他们凑在一处，轻声细语道：2位娘娘，事成之后送你们出宫，我保你们在宫外一辈子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2人感激涕零，不断地给我磕头。
一口一个小姐大恩。我望向不远的太极殿，心中一阵寒意。陛下，你杀子的刀终究会反杀到你的身上。回到东宫，袁衡黑着脸，气势汹汹地等我。他一把将我拉到房里，怒问江云子：“你为什么撤了阿芷的良娣之位？你知不知道阿芷哭了一天？”我无辜地抬眸，方才在承恩宫还见到了陛下，他还夸臣妾这是做得对呢。父皇不喜欢阿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摇摇头，殿下，您误会陛下了，陛下压根不记得您的阿芷是谁。袁衡咬着牙，你一定要让我难堪吗？我无语地看着他，这人怎么这么敏感？殿下，臣妾没有这意思啊。陛下只是听说了这件不符合宫规的事，连柳侍妾的名字都没问。我开始给他挖坑，既然殿下这么心疼柳侍妾，不如亲自去求陛下。您这4个侍妾，反正他也不知道今天贬的是哪个。袁衡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无比真诚地点头。自然，我回来的时候看见陛下极高兴，他此刻正在承恩殿呢。袁衡思索了一番，朝我一笑：“云子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只要日后你不和阿芷争宠，我会给你应有的体面和。”他把话咽了下去，突然握住我的双手：“昨夜是我对不起你，等我回来补上洞房花烛夜。”我连忙抽回手，笑容僵在脸上：“呵呵，好啊，殿下先去吧。”这惊吓程度不亚于见了鬼。袁衡兴高采烈地推门而去，我看着他先去了偏殿，安抚了一番柳凝脂，然后出了东宫。天上一轮圆月，散发着诡异的光。这个时辰正是陛下欢愉的时候，袁衡也该尝尝皮开肉绽的滋味了。2年前，元婴被陛下猜忌，遭受鞭刑。他这个庶弟一句话不曾求情，反而添油加醋，不知从哪收集了元婴要弑父谋反的证据。那些证据潦草的根本站不住脚，但陛下却说那是铁证。原来君要臣死时，臣没错也是错。我温了一壶酒，等待袁衡回来。同时焦急的还有柳凝脂，他在东宫外来回踱步，等着袁衡带回晋他未分的好消息。半个时辰后，传来一阵骚动，传话的小太监先跑了回来，一个踉跄摔在柳凝脂面前。他嫌弃的后退2步，眼神却带了期待。跑什么？可是要给我传旨。小太监深吸2口气，掠过柳凝脂，朝我而来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不知怎么冲撞了陛下，陛下发了好大的火。殿下，他……袁衡是被抬回来的，下摆全是血。听随行的工人说，还不等太子说什么事，陛下就从里间冲了出来，手上持着鞭子，冲着太子就是一顿抽打。袁衡趴着，脸色惨白，额头冷汗涔涔，看起来伤的不是一般重。我吃惊地捂着唇，连忙传太医。柳凝脂惊呼一声：“殿下！”扑了上去，看见袁衡血肉模糊的下身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太医恰巧赶来，我拉住一人，给柳侍妾也看看，她晕了。东宫一阵混乱。皇后听闻此事，披着寝衣匆匆赶来，碰上恢复了神智的陛下。明珠明月一左一右，搀着陛下正要进东宫，与我对视一眼，我看他们毫发无损，就知道今天的药劲全用到袁衡身上了。皇后闻着满宫的血腥味，险些站不稳，哀嚎着：“陛下，这是为何？太子做错了什么？”陛下蹙眉：“朕喝了不久，气血上头，太子此时来冲撞，朕下手是中了些。”一听不久2个字，皇后猜到是露血，又看明珠与明月2人着急来，衣衫都不太整。她顿时急火攻心，指着他们大骂了起来：“是你们2个小贱蹄子勾引陛下吗？都是你们，陛下才会色令智昏，酒后失智。本宫要杀了你们！”她冲了上去，但明珠明月娇弱地躲在陛下身后。皇后的手被陛下死死扼住。看看你的样子，像个市井泼妇。皇后还在大喊大叫。太医在我耳边耳语一阵，我啜泣着迎上前：“陛下，母后。”艰难地挤出1、2滴眼泪，哽咽道：“太医说，殿下下体受损，恐难有嗣了。”听见这话，
皇后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两眼一黑，眼看要晕。陛下则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知道了。我上前扶住皇后，又道：不过还好，柳侍妾诊出有孕，已经3个多月了。若这胎是皇子，殿下就有后了。皇后脸色瞬间煞白，抓着我的手禁不住地发抖。果不其然，陛下听后思索了片刻，勃然大怒：昨日才进的东宫，今日就有孕3个月了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！这时的皇后早没了刚才的气焰，她扑通一声跪下：陛下，这是太子的子嗣啊，刚才你也听见了，太子伤了根基，如果这个孩子再有什么闪失，大隋就绝后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是能说的吗？一直躲在后面的明珠突然插话：陛下正值壮年，怎么就绝后了？明月也点着头附和。皇后恶狠狠地指着他们俩：贱人，这哪轮得到你们说话？来人！无人应和，整个东宫瞬间陷入死寂。陛下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皇后对视上又缩跪了回去。他缓缓抬起手指向皇后：你再说一遍。皇后意识到失言，慌忙伏地：臣妾失言，臣妾只是臣妾。她语无伦次，头上的珠钗随着她磕头的动作掉得七零八落。陛下望向灯火通明的内殿，太医进进出出，一盆又一盆的血水端了出来。他的眼神讳莫如深，成婚1日，有孕3月，传出去让天下人都猜忌笑话。事关皇室血脉，柳氏腹中胎儿。父皇！元衡在里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：儿臣今日做错了什么？儿臣做错了什么啊？父皇！我的心狠狠一揪，强忍着恶心和怒意。这句话是元婴获罪那天在太极殿绝望哀喊出的话。陛下脚下突然有些不稳，被明珠明月虚扶了一把才站稳。良久，他唤我：太子妃，孩子生下来，对外就说早产，记你名下吧。我的手上死死绞着绢帕，沉沉地拉着脸，不愿接旨。旁人都以为我是不愿意给元衡兜这个烂摊子，但我此刻内心复杂，怒元衡无耻，还怒陛下，他凭什么能放元衡一马，却偏偏不赦元婴？见我不动，陛下又道：你兄长要出征了，别让他担心。我眼中含着泪，不情不愿地俯身：是。皇后临走时接走了柳凝旨，她冷哼道：江云子，本宫不信你，阿芷的胎本宫要亲自照料。柳凝旨听闻孩子要记在我名下，哭天喊地了一番，但圣旨已下，她无力回天。此刻跟着皇后走了，还幻想只要在皇后身边，事情就会有转机。直至深夜，东宫才彻底安静。之后几个月，兄长在边陲大捷，得了诰封，不日就要还朝。陛下服用药物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我去承恩殿请安时，见他双眼凹陷，形容枯槁，而明珠明月露出的胳膊上都青红一片。差不多了，不能再折磨他们了。我让他们服下假孕的药。承恩殿传出好消息，2位贵人双双有孕。陛下大喜，为此大赦天下。这日，父亲进宫来看我，一眼将我看穿，长叹了一口气：你一个女儿家，做局如此，要费多少心血啊？我靠在贵妃椅上，的确心力交瘁。爹，是陛下让你来找我的吗？陛下说允你和离，或者贬太子为王，你们到封地去。我反问：封地？封地在哪？南边，山明水秀的好地方。我合着眼眸，眼角淌了一行泪，流到耳窝。山明水秀，当年他怎么不能给元婴赐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呢？我也可以跟他一起去。父亲压低声音：那你就和离，离开京城，天大地大，想去哪去哪？那不行，我还要做皇后，做太后呢。父亲怔怔地看着我，我也压低了声音：爹，您效忠2代君王，又是太子太傅，朝中权臣，这大隋只要姓元，谁当皇帝不都一样吗？不都是您和一众世家在辅佐吗？最后，我的声音已经微不可闻了。明珠明月是假孕，陛下快不行了。爹，帮我吧，不然传出去，我们江家得满门抄斩。父亲眯着眼，重新审视我一番。他被我算计了，强拉入局，还以满门作为威胁。但他是个好父亲。
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是个好父亲。如果柳氏妾生的不是男孩怎么办？那还不简单，抱一个男孩来。相信皇后那边也会这样做的。送走父亲，我来到元衡房间。他养病期间，我每日亲自侍奉汤药。元衡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但大病初愈，仍是靠在床头休养。姜太傅来了，我嗯了一声，服侍他喝药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颤抖着问我是不是要和大哥一样被废了。我故作惊讶，殿下说什么呢？怎么会呢？其实那日我听见父皇说太子无用，不如再生一个。如今承恩殿那2个都有孕了，父皇肯定要对我下手了。我的手被他攥得紧，他手心全是汗。难怪陛下这段时间一直在吃补药喝露血酒。我喃喃着，若有所思。是吧？你不知道父皇当时怎么对大哥的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是我和兄长去乱葬岗给元婴收的尸，断手断脚，死无全尸。但元衡不会，凭什么他能有个好下场？我要亲自把他埋进坑里。殿下不怕。我的一双眼睛熠熠发亮。你有姜家做后盾，必定不会和废太子落得一样的下场。我兄长在边陲平乱，手握10万大军，只要你一声令下。元衡浑身抽搐了一下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要我谋反？那可是我父皇。殿下，你若心不狠，咱们可没活路了。柳氏妾那边再过2个月就要生了。元衡的眼中闪过一丝挣扎，在听到柳凝止和孩子时，坚定了下来。他反握住我的手，云子，还好有你。兄长还朝的宫宴上，有叛军攻入了皇宫，他们将太极殿里里外外围住了，水泄不通。看着闯进来的人，陛下猛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，又2眼一黑坐下。叛军首领是前段时间大赦天下时放出的废太子余孽，元婴的人。他们口口声声喊着伐帝报仇，殿内乱作一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是元衡带着兄长留在城外的部队冲破重围。陛下颤颤巍巍地指着叛军，朝元衡道：太子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。早有叛军将陛下控制住了。元衡双眼通红，太子，您说的是哪个太子？我，还是大哥？还是……他说着话，寻找着明珠明月，但方才大乱，我已经叫兄长将他们转移了。此刻只怕已经换上宫女的衣服，跑出宫去了。元衡一向窝囊的脸上终于露出凶恶的模样，他指挥着兄长江云泽护驾。兄长没有应话，而是不动声色地和我站在了一起。快动手啊，杀了父皇！元衡又喊了一遍。陛下深邃的双眼将殿内所有人环视了一遍，最终停留在我身上。江云子，是你帮元衡做的这些？你们江家好大的胆子！你爹呢？你爹呢？他嘶吼着，鼻子里却涌出鲜血。我与他对视，眼神是掩藏不住的兴奋。兄长抽出刀，递给我。我步步上前，一刀捅进陛下的心脏。陛下，我是在帮元婴报仇。他的眼眸逐渐放大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最后一句，但一旁的元衡听见了。他看着没了气息的陛下，突然双腿发软。你利用我杀了父皇？这是他这辈子少有不蠢的时候，可惜死到临头了。我再也不用掩饰我的厌恶和恶心，冷冷道：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娶我？元衡尖叫着想要逃跑，但不论是叛军还是元军，都是我兄长的人啊！我是被迫的，就算没有我交的证据，大哥也得死。云子，放过我！我背过身，挥手道：杀！这夜血溅宫阙。兄长早就准备好战时带回来的一批俘虏，在太极殿做出激战的痕迹，对外宣称太子救驾来迟，陛下已经遇害。太子一怒之下亲自上阵，却不慎被叛军所杀。这场自导自演的叛乱就这样草草收场。凤仪宫那边，柳凝止早产得子，我带人去抢，皇后拼死阻拦，大喊着：本宫是皇后，你岂敢动我？我冷笑道：陛下都没了，还皇后呢？哦，太子也没了。
那日之后，皇后疯了，大隋不能有一个疯子做太后啊，只好关进冷宫，而柳凝止自然随行照顾。新帝登基大典上，我抱着儿子，一步步走向那至高无上的位置。父亲站在百官之首，眼中满是复杂。我知道他既欣慰又担忧，欣慰江家权势更盛，担忧我越陷越深。但我不在乎。当我坐上垂帘听政的宝座，俯瞰满朝文武时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元英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江山最终还是我们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